当下的力量》一书中有许多重要的主题和概念，其中有7个重点如下：当下意识。托利认为人们应该学会专注于当下，从而获得真正的和平和幸福。他认为人们太过于沉迷于过去和未来，而忽视了当前的经验，这导致了许多痛苦和焦虑。自我意识。托利认为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并不等同于我们的真正自我，而是一种幻觉。通过观察和了解这些想法和情感，我们可以逐渐意识到我们真正的自我。现在的力量。托利认为当我们意识到并专注于当下时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强大的内在力量。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痛苦和困难，以及实现我们的目标和梦想。自我觉醒。托利认为通过观察和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情感，我们可以逐渐实现自我觉醒。这种觉醒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与宇宙的联系，以及我们的真正目的和意义。意识流。托利认为当我们专注于当下时，我们可以进入一种流体状态，即意识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可以实现最高的表现和创造力，以及获得深刻的幸福和满足感。爱的力量。托利认为爱是一种基本的生命力量，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恐惧和分离感，并与他人和世界建立更深刻的联系。通过实践和宽容，我们可以实现更加充实和意义深远的生命。现在的实践。托利提供了许多实践建议，帮助读者实现当下意识和自我觉醒。这些实践包括冥想、观察思想和情感、关注身体感受等等。通过实践这些技巧，我们可以逐渐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实现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命。在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中，当下意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当下意识是指把我们的专注和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瞬间，而不是在过去或未来的想象中。作者认为，人们太过于沉迷于过去的经验或未来的计划，而忽略了当前的瞬间，这会导致很多的痛苦和困惑。当我们意识到并专注于当下时，我们可以获得真正的和平和幸福。我们可以体验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，而不是被过去的经验或未来的计划所驱动。当下意识还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内心的压力和焦虑，因为我们不再被过去的错误或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困扰。同时，当下意识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高的生产力和创造力。当我们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情时，我们可以进入一种叫做意识流的状态。这种状态可以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，达到最高的表现和创造力。为了实现当下意识，我们需要学会放下过去和未来的想法，专注于当前的瞬间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冥想和觉察的技巧，比如观察呼吸或身体感受，来训练我们的注意力和专注力。通过实践这些技巧，我们可以逐渐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实现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命。在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中，自我意识是一个重要的概念。自我意识指的是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，以及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用的认知。作者认为，自我意识是实现内在平静和幸福的关键。通过增强自我意识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情感，从而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它们。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被情绪所驱动，以及避免让自己陷入消极和痛苦的情绪中。同时，自我意识也是实现内在改变的关键。
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和情感时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识别和改变不健康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，这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负面的情绪和想法，并且更加自信地追求我们的目标和梦想。为了增强自我意识，我们需要学会观察自己的思维和情感，并且接受它们的存在。我们需要学会把自己从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中分离出来，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，并且更好地控制它们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法来练习自我意识，并且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增强自己的自我意识。在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中，现在的力量指的是把我们的专注和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瞬间，而不是在过去或未来的想象中。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内在平静和幸福。作者认为，现在的力量是实现真正幸福和满足的关键。当我们专注于当下时，我们可以避免陷入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担忧中，这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内心的压力和焦虑，并且让我们更加自由地追求我们的目标和梦想。同时，现在的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加深刻和意义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与他人交往时，我们可以通过专注于当下的交往体验，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他人的情感和需求，从而建立更加深入和真诚的联系。为了实现现在的力量，我们需要学会放下过去和未来的想法，专注于当前的瞬间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和觉察的技巧，比如观察呼吸或身体感受，来训练我们的注意力和专注力。通过实践这些技巧，我们可以逐渐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实现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命。总之，现在的力量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内在平静和幸福，并且建立更加深刻和意义的人际关系。通过学会专注于当下，我们可以在生命中获得更多的真正意义和价值。在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中，自我觉醒是一个重要的概念。自我觉醒指的是从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中解放出来的一种状态，让我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我们的想法和行为。作者认为，自我觉醒是实现内在自由和幸福的关键。当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时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它们，而不是让它们掌控我们。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被负面情绪所驱动，以及避免让自己陷入消极和痛苦的情绪中。同时，自我觉醒也是实现内在改变的关键。当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时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识别和改变不健康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，这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负面的情绪和想法，并且更加自信地追求我们的目标和梦想。为了实现自我觉醒，我们需要学会观察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，并且接受它们的存在。我们需要学会把自己从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中分离出来，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，并且更好地掌控它们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法来练习自我觉醒，并且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增强自己的自我觉醒。总之，自我觉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状态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内在自由和幸福，并且建立更加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。通过学会觉察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，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我们的想法和行为，实现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命。在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中，意识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。意识流指的是一种自然、
无意识的思考状态。当我们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体验中时，我们会自然地进入这种状态。作者认为，意识流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状态，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焦虑和担忧，带来内在的平静和放松。当我们能够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体验中时，我们不再被负面的情绪和想法所驱动，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我们的想法和行为，从而实现内在自由和幸福。同时，意识流也是一种创造力的源泉。当我们能够进入意识流的状态时，我们可以更加自然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从而创造出更加出色的作品和想法。为了实现意识流的状态，我们需要学会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体验中，并且放下我们的负面情绪和想法。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当前的现实，并且完全投入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法来练习意识流，并且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增强我们的意识流能力。总之，意识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状态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内在自由和幸福，并且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。通过学会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体验中，并且放下我们的负面情绪和想法，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我们的想法和行为，实现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命。在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中，作者认为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内在平静和幸福，并且改变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。首先，作者指出，爱是一种内在的状态，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情感。我们可以通过意识和内在的决定来选择爱和接受，而不是受到外在的影响和控制。当我们学会接受和爱自己时，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爱和接受传递给他人和世界，从而建立更加和谐和平静的关系。其次，作者强调爱是一种包容和宽容的力量。当我们能够接受和爱自己时，我们也能够接受和爱他人和世界，包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，从而建立更加和谐的关系。同时，爱也是一种宽容的力量，可以帮助我们放下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，从而建立更加真诚和深入的关系。最后，作者认为爱是一种超越自我和分离的力量。当我们能够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体验中，并且接受和爱自己和他人时，我们就可以超越自我和分离的境界，建立更加真诚和深入的关系，并且实现内在的平静和幸福。总之，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内在的平静和幸福，并且改变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。通过学会接受和爱自己，包容和宽容他人，超越自我和分离的境界，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和谐和平静的关系，并且实现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命。在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中，作者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，因为只有通过实践，才能真正体验到当下的力量，并且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。现在的实践主要包括2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实践当下意识，也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经验中，而不是在过去或未来的想象中。这种实践可以通过静坐冥想、注意呼吸、观察身体感受等方式来实现。通过实践当下意识，我们可以减少对过去和未来的焦虑和担忧，从而获得内在的平静和幸福。第2个方面是实践自我觉醒，也就是意识到我们的思维和情感是可以被观察和控制的。这种实践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思维、
情感和行为，认识到自己的负面思维和情绪，从而转变自己的内在状态。通过实践自我觉醒，我们可以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，建立更加积极和健康的内在状态。除了以上2个方面，现在的实践还包括实践爱和接受，也就是接受自己和他人，包容和宽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，从而建立更加和谐和平静的关系。这种实践可以通过爱和感恩自己和他人，以及实践宽容和包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来实现。总之，现在的实践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实践方式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当下的力量，并且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。通过实践当下意识、自我觉醒、爱和接受，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和谐和平静的关系，并且实现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命。